10月20号这一天，在北京和黄山两地上映着中共的谋权大戏。人民大会堂里，习近平高声赞颂胡耀邦一身正气，心在人民。坐在台下的红二代们神情各异。千里之外，网络直播间里，爆料人蒋网正细数4套房超出3个亿，指向的正是现任政治局委员马兴瑞，还把他和家人锁定在安徽黄山一座由星级酒店改装的高干留置中心。同时，江西前副省级高官洪礼和被正式以受贿加洗钱起诉，一个在讲台上被塑造成反腐楷模的胡耀邦，一个在审讯室被加码的洗钱罪名摆在一起，残酷地提醒人们，体制不变，反腐就永远在选人，而不是限权。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叶婷。11月20号一早，北京人民大会堂又成了中共政治的舞台中央。这一次上演的不是4中全会，不是大阅兵，而是一场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主席台上阵容整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坐在正中，两侧分别是蔡奇、李希、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陈文清。镜头往下一扫，王晓红、张生民以及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等红二代也都在座。晚间央视画面里，胡耀邦长子胡德平被安排在主席台下第3排一侧，镜头不给近景。新华社通稿也只字未提名字，只用一句胡耀邦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参加座谈会带过。对于熟悉红二代内部风向的人来说，这种在场但不突出的安排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按照新华社口径，习近平这次讲话是高度评价胡耀邦的光辉一生和卓越贡献。稿子里把胡耀邦一生总结成几大关键词：坚守信仰，心在人民，实事求是，勇于开拓，亲政廉洁。这些说法单拎出来当然没问题，也确实对应了胡耀邦身上的很多个人品格。但如果把这几条和他当年被迫下台的真正政治原因放在一起对比，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对宽容，触动了党内元老特别是邓小平的权威，甚至间接引发了1989年6·4学运的历史进程，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落差。所有让胡耀邦成为改革象征的争议点，讲话里一个字都没提。所有最安全、最不触碰现实权力结构的个人品德被反复放大。这就是评论人士所说的选择性历史叙事，把胡耀邦塑造成一个忠诚、廉洁、亲民的老共产党员符号，把他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嫁接到当前官方叙事上，用来服务今天的反腐群众路线宣传。但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切掉他作为政治改革先驱、反对个人崇拜的党内异议声音代表的那一部分遗产。时评人陈破空就指出，习近平今天高调纪念胡耀邦，从政治路线上看，更像是一种亵渎。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象征，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在知识分子与青年中享有很高威望的总书记，当年曾帮助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等人频繁昭雪，而习近平上台后，不但收紧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还在很多方面逆转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开放趋势。如果说习的讲话主要是把胡耀邦重新包装进今天的官方故事，那么蔡奇的总结发言则是负责把这个故事拉回到现实权力结构上。
蔡奇主持会议时，照例重申了一串熟悉的政治口号，什么紧密团结在习核心的党中央啊，一再强调2个确立、4个意识、4个自信和2个维护等等。简单说，就是把学习胡耀邦的全部落点对接到围绕习核心上。胡耀邦成了现任领导要求全党更加忠诚的一面道德旗帜。这种操作逻辑很明显，无非就是表面上是请一位已故的改革派领导人为今天站台，实际上是把他去政治风险之后当成一个可以随意调用的正向符号。至于当年那条真正让他下台的政治改革路线，反对权威式的个人崇拜，则被彻底藏进历史的阴影里。一些海外媒体注意到这次座谈会的一个细节，胡耀邦家属在场，但没有被官方点名。胡德平在画面中神情凝重，身边则是同为红二代的刘源、习远平等人。对熟悉红二代内部裂痕的人来说，这些名字背后是2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以邓小平家族为代表的一支更倾向于恢复权贵资本主义式的80、90年代模式，以胡德平、胡耀邦旧部及其思想受众为代表的一支，则主张走回胡耀邦式的自由主义路线，最终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2股力量至少在反对习近平继续连任这个目标上有着某种共同点，但此刻他们只能坐在台下，听着台上习近平用对胡耀邦溢美之词来包装自己，但实际上大搞独裁的家天下那种复杂的心情，从胡德平紧锁的眉头里就不难看出。胡耀邦这位中共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人是如何被迫下台的？在他诞辰110周年的今天，让我们翻看历史。据明镜电视报道，1986年，领导干部年轻化成为中共党内共识。邓小平本人也多次表示，他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13大上彻底退休。邓小平亲自告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和陈云都将彻底退休。但实际上，邓小平想退休，但不想完全放弃最高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可是胡耀邦没有领会到这层意思，他相信了邓小平彻底退休的说法。于是他做了2件事，彻底惹怒了邓小平，因此他的仕途发生逆转。胡耀邦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他无意中泄露了邓小平准备全面退休的消息，这在当时是大忌。一个高级官员怎么能向媒体泄露这种消息？还有一件更致命的事，就是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完全支持邓小平带头全面退休。他说，小平同志带头退休是个好榜样，这样其他老同志退休就更容易了。哇，他这么一说的时候，会议室里气氛瞬间凝固了。文件描述邓小平当时脸色凝重，一句话也没说，这种沉默比任何激烈的批评都更有力。最高领导层立即分裂了，像万里这样的改革派明确支持胡耀邦，认为这是件好事，但另一边，中共元老王震立刻站起来质问，说你实际上是在质疑我们是否承认邓小平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王震把一个退休问题一下子提升到了挑战权威的层面。胡耀邦当场反驳了王震，说民主是我们的最高权威。这2种政治思想的正面碰撞造成的最终结果，却是由邓小平的一句话决定的。之后他问胡耀邦为什么坚持要他下台，胡耀邦还想说那可能是他的口误。
但邓小平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并认为胡耀邦是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事情的性质就彻底改变了。邓小平给胡耀邦贴上挑战权威的标签，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资料显示，胡耀邦很快就被边缘化了，他失去了对13大人事安排的主导权，这个权力悄悄地转移到了中央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手中。薄一波带领一个小组，表面上是在党内征求对13大人事安排的意见，但实际上其核心任务是收集关于胡耀邦总书记本人的意见，而胡耀邦本人对此毫不知情，一个陷阱早已暗中设下。邓小平直接指责胡耀邦发动了学生运动，说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够坚定，立场不够果断。这在政治上是致命一击。随后的1987年1月，召开了所谓的党的民主生活会议。这场民主生活会变成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强制胡耀邦退位的阴谋。会议由薄一波主持，他立即对胡耀邦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严厉批评，指责他谋私利。批评胡耀邦持续了数日，会场气氛紧张而压抑。高压恐吓下，习仲勋猛地拍案而起，他指责薄一波等人，质问道：“你们在干什么？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攻击吗？”他指出，利用一次生活会议来决定总书记的命运，完全违背了党的原则，他坚决反对。可惜个人的勇气并不能挽救当时的局面。胡耀邦拦住了情绪激动的习仲勋，说道：“仲勋同志，我已经考虑过了，如果他们不让我继续，我就辞职。”这句话充满了无奈和悲伤。有记载说，会议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独自一人坐在台阶上痛哭流涕，万里非常愤慨，为了安慰他，特意吩咐厨房炖了一锅胡耀邦最爱吃的狗肉送到他家。这个细节令人动容，政治的冷酷与人性的温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件事清楚地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中共的政治生态。手握兵权的邓小平可以拉着一帮元老，在不经程序的前提下决定最高领导人的命运。其实这套重新审查干部制度是从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一、先建档案，把各种不满与指控往你身上集中；二、再逼你做检查、自我批评，甚至揭发别人；三、最后由中组部等组织部门给你贴上政治标签，比如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负主要责任。胡耀邦就是在这样一套党内审判机制下，被一步步推下台阶，最后被迫引咎辞职。赵紫阳后来的命运也同样被这套审干逻辑锁死。今天，中南海可以用最华丽的语言纪念胡耀邦，称他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但真正让他失势，让赵紫阳被软禁致死的那套制度，从来没有被检讨，更没有被废除。胡耀邦纪念会还在人民大会堂里热热闹闹开着。网络另一端，反共博主蒋网正11月20号的直播丢出了一颗指向现任副国级高官的重磅炸弹，矛头直指中共政治局委员、前新疆书记马新瑞。蒋网正说，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罗礼平带队把马新瑞胞弟马新全名下4套房子抄了个遍，一共超出将近3亿人民币的现金。从双鸭山老家马新瑞父母留下的老宅里抄出不到1个亿的现金，有零有整。
从马兴全双鸭山的一套别墅里超出1个亿，从马兴全妻子名下的一个农庄里搜出不太多现金，从马兴全一套北京的房子里超出不多的外币等，从另外一套在哈尔滨市中心的大平层里又搜出来1个亿，加总起来就是那句很刺眼的概括：4套房子超出来差不多3个亿。蒋网正还补刀，据说这次抄家之后，马兴瑞、其妻荣丽以及其弟马兴全已经悄悄被带到安徽黄山的一处特殊留置中心，外表看起来像是高档旅游酒店，内部则被改造成专门关押高级干部的留置点。蒋网正形容，那本来可能是某家希尔顿、喜来登这一类的星级酒店，因为疫情时期风控政策导致经营不善被政府收回，稍作改造就成了多个省纪委、监委共用的留置中心。一方面集中人力办大案要案，另一方面方便对副省级以上的特殊对象统一管理。蒋网正在直播中预测，如果今年11月、12月中纪委还不官宣马兴瑞的落马消息，那么马兴瑞极可能会被留到明年，成为2026年公开拿下的第一只大老虎。对地方官场来说，这会变成一张巨大的杀鸡儆猴牌，尤其是那些在新疆、广东等敏感地区长期掌权、手握庞大资源的人。从马兴瑞到红里河，反腐口径里多出一条洗钱罪。近期官员落马多了一项新罪名。11月19日，中共官媒新华社通稿公布，江西省人大常委原副主任洪礼和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已由最高检依法逮捕，案件移送福建省福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同时，他涉嫌洗钱罪的部分与主案并案处理。这一句涉嫌洗钱罪在一般官场新闻里并不常见。过去中共高官落马罪名大多是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偶尔再加上一条重婚、玩弄女性之类的作风问题。像洪礼和这样在副省级履历中还被明确加上一条洗钱案并案，就显得格外刺眼。有媒体回顾过近年反腐案例，从2023年开始，中共司法监管部门先后发文，要求在办理贪腐案件时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近年来，经济下行，政治风向收紧，权贵、太子党、中产阶层纷纷想方设法把资金往海外挪。中共一边打贪，一边又怕一刀切把整个权力阶层都打崩，只能挑几个典型，加重罪名，起到震慑效果。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北京的纪念会，就有一种强烈的反差。一边是习近平在大会堂里用长篇讲话歌颂胡耀邦心在人民，利归天下，公道正派，廉洁自律。另一边是海外爆料里，马兴瑞胞弟一家被3根抄家，装箱带走。公开司法新闻里又多出一条高官涉嫌洗钱罪。制度没变，审干机制还在，干部任免权依然牢牢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在这样的结构下，无论口号喊得多响，向胡耀邦同志学习，最多只是多打一批不听话、站错队的贪官，顺手为某一派系清除障碍。真正滋生腐败的那块土壤，一党垄断权力，内部黑箱决策，权力没有透明监督，并没有被触动。也因此，哪怕北京今天把胡耀邦的名字挂得再高，再怎么强调清正廉洁、为民服务，在地方官场和权贵圈里，
很多人心里恐怕都明白，学谁是一回事，这套体制会把谁审干掉，又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